尿道感染，男女的比例竟然是1:50。听说啊，泌尿道系统的这个疾病，它的复发率又很高。为什么特别在夏天是比较容易发生呢？我们水分蒸散的几率比较大，女孩子有时候穿着会比较紧的牛仔裤啊，或者是说久坐在办公，如果喝了含糖饮料，会让身体的自由基比较多，很多地方都会发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预防？首先一定要喝大量的水，而且要喝对时间。一个是的时候，那还有没有一些食物上面是要注意的呢？就像过多的东西会让身体产生湿热体质。泌尿系统呢，它都跟肾经络还有膀胱经是非常有关系的。舒展这2条经络呢，可以用按摩的方法。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频尿、急尿、排尿的时候会灼热的疼痛、下腹疼痛，或者是尿道口排出分泌物等症状呢，这都是属于泌尿道感染。我在奇美医院的一个网站上看到这样的数字，就是一般的成年人泌尿道感染，男女的比例竟然是1:50。那女生的尿道因为比较短，而且停经后的妇女呢，因为她的膀胱黏膜的抵抗力它会减弱，所以就比较容易会被感染。而且听说啊，泌尿道系统的这个疾病，它的复发率又很高。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解决呢？我们欢迎上席中医诊所的于雅文中医师。于医师您好。全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雅文中医师。于医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西医它将泌尿道感染它分为尿道炎，还有就是这个膀胱炎。那对于中医来讲，这2个它是不是都是属于下焦湿热的这个症状？我们中医呢，把人体分为上中下3焦嘛。那下焦的话，大部分是以腰部以下的器官。这个是一个粗略的分布。其实人的5脏6腑都是有相关联的，但是特别是指泌尿道的话，都是下焦湿热的那个体质引起的。那为什么特别在夏天是比较容易发生呢？对，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那个水分蒸散的几率比较大，比如说流汗特别多，那活动率也特别多，那身体上生理的水分就会比较少，那到了尿液就会浓缩。你会发现说夏天尿的尿特别黄，甚至有些灼热感，它都有轻微的一些感染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夏天女孩子有时候穿着会比较紧的牛仔裤啊，或者是说久坐在办公，这都会让我们的泌尿道甚至我们的生殖道会有一个感染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其实第一个原因反而是因为水喝得少，所以蒸发的比较多。天气热，汗孔汗腺本来蒸发的就比较多，加上如果喝了含糖饮料，其实这个对身体是很不好的。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就是泌尿道感染的危机？应该是说含糖饮料大部分添加品都很多，会让身体的自由基比较多，很多地方都会发炎。可是我们通常现代人运动量可能比较少，都久坐在椅子上，你会发现说整个我们骨盆腔循环弱的话，第一个泌尿道发炎免不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女孩子还会合并一些经痛或者是带下感染的状况。所以这样听起来跟生活习惯有关。那等一下我们再来问医师，到底什么样子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会引发这个泌尿道感染增加的这个问题？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像这种泌尿道的感染呢，有90%大部分都会说是因为大肠杆菌的关系。那在西医的治疗上面，他们就会用一些抗生素。对，那中医的治疗上面会是怎么做呢？对，中医其实我们在看待这种病人也是要分症型，还有分阶段。通常在急性发炎的时候，急性发炎，比如说血尿、腰痛、发烧这种很不舒服的状况，我们第一个先控制发炎的状况，一定是会用一些清热利湿或者是大量的消炎药，甚至呢更严重的话，我们建议说用抗生素也无所谓，先把那个菌种先控制下来。因为不控制下来，它有可能上行性感染到肾盂炎，就更夸张。我们第一步会用1个礼拜的时间，先把那个菌种先用消炎的方式控制下来。然后第2阶段呢，在亚急性的阶段，你在尿液中还可以看得到一些细菌菌落，还有一些白血球增高的现象。可是那时候病人已经没有那么不舒服了，可能小腹有点微微胀气。那我们通常会用清利湿热，还有一些比如说疏肝理气，甚至呢还会用一些扶正气的方式开始介入。因为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说病人开始会觉得疲倦感、腰酸背痛的现象。他虽然他没有血尿，已经尿不会痛，可是他腰酸背痛，人非常疲倦，那都开始气虚。气虚的话，我们加一点补气的下去，让那个抵抗力、免疫力比较好，避免反复感染。是，那所以回过来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吃像甜的东西啊，都会增加。那所以在预防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预防？首先一定要喝大量的水，对，最简单就是纯净的白开水，而且要喝对时间。那根据我们的体重，大概喝到足够的量。一般来讲，1天2000cc。然后最佳的饮水时间有2个，一个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个晚上都没喝水。肠蠕动吗？还有一个状况，一个晚上没有喝水，整个血液是非常浓缩的。血液非常浓缩的话，那其实我们要大量的水分去稍微 balance 那个身体的血水。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在我们下午3点到5点，那个是膀胱经运行的时间。然后下午的5点到晚上7点是我们肾经运行的时间。所以呢，不妨在我们下午茶3点的时候，不要喝饮料，多喝白开水。然后久坐办公室的人起来动一动，运动我们的膀胱经络。这样子。那刚刚医生有提到，就是说饮食上面我们就是少吃一些就是糖的东西啦，然后下午茶就是改一下，不要喝那些有甜的饮料啦。那还有没有一些食物上面是要注意的呢？就像香辛料过多的东西，香辛料就是说烧烤、炸辣这种香辛料的东西，会让身体产生湿热体质。再白话一点，它就是产生自由基比较多的体质。就是只要会容易造成身体发炎的，对，慢性发炎，日积月累下去，那身体比较弱的地方就会开始有一些病变了。如果说真的有泌尿道感染的人，是不是就先避免，例如说泡澡这样子的事情？是因为尤其在急性期发炎的时候，身体感染，你泡澡的话，如果是水不干净的话，其实很容易感染，再次反复性的感染。那如果说要泡的话，我会建议在亚急性已经脱离第1个礼拜急性期的时候，我在那个泡澡桶坐浴的时候，我会加一些中药材，加一些黄柏、龙胆草。或者是杯泻啊、茯苓这些利湿的、消炎的，可以做一些坐浴这样子。那医生，我们有没有什么穴道啊，可以帮助，就是说，如果泌尿道不舒服的话，可以做缓解的呢？最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医疗。那我讲的穴道其实是平常保养，让我们的膀胱还有让我们的肾的机能比较活化，所以喝进去的水能够冲刷我们的微菌落种。比如说像我们肾经常用的太溪穴，太溪穴在我们脚内踝的地方附近。对，然后还有第2个那个脾经，脾经、肝、脾、肾3个3阴交，3个脏腑都能够照顾到。还有我们小腹有气海、关元，这增加我们骨盆腔的能量，还有循环都可以去刺激。那甚至我们后背有肾腧穴。肾腧穴那个地方活化我们肾脏机能，都可以常常去刺激它。而且好像听说，就是我们可以去多动一些，像是肾经或膀胱经的这个伸拉的运动，也会不错，对不对？是的。像我们人体的膀胱经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条经络，它从我们的头一直到我们的后颈。到我们整个脊椎的2侧，甚至到我们的大腿、小腿的后侧，所以我们在往前弯做那个伸展运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整条膀胱经都已经伸展到了？所以我们在下午3点到5点，比如说坐办公桌累的时候，不妨起来动一动，做一个弯腰，站着然后弯腰，想办法你的手指头要碰到地的那种深深的弯腰，就可以拉伸你的膀胱经，刺激你的那个经络。医生，你这样讲我有经验欸，就是说。做这个往前的伸展，我会发现，我不晓得是不是就是这个效果，就是像例如说隔天在排便上面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因为膀胱经有很多的反射穴道，对，比如说我们后背有肝、心、脾、肺、肾，所以其实是说你表面伸展一条经络，可是你5脏6腑都有刺激到，会加强你身体的代谢这样子。哇，那这个伸展真的蛮不错的。是，好啊，今天非常谢谢于医师的分享，夏天快到了，我们赶快学到这些方法，然后帮自己避免夏天会有这个泌尿道感染的问题。是，对，再次谢谢于医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做一下这个肾经跟膀胱经的伸展操。我们刚才医生提到这个泌尿系统呢，它都跟肾经络还有膀胱经是非常有关系的。那肾经络它是从哪里开始走呢？它是从我们的涌泉穴开始，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走到脚踝的内侧，然后经过小腿的内侧到大腿的内侧，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腹股沟之后呢，再沿着这个腹股沟往胸的地方，到这里呢会开一点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锁骨。那另外一条支线呢，它也会进入到腹股沟之后呢，绕到后面，也就是到脊椎后面这个肚脐后面的这个命门穴之后呢，它就会进入到肾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肾经络走的通道。那另外一条膀胱经的话呢，它就是沿着我们整个背部。脚的后面一直到背的后面一起上来，所以呢，在舒展这2条经络呢，我们第一招可以用按摩的方法。按摩的方法呢，就是从涌泉穴的这个脚底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来回的搓揉的按摩。
那如果说呢，这样子的按摩让你会觉得说不太好用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按摩精油涂在这个上面呢，然后做这样子的按摩。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大腿跟小腿的这个内侧呢，我们可以做按摩。那除了这个按摩的方法以外呢，另外第二个方法，我们就是可以用敲打的方式，就是在这条的经络上面呢，用敲打的方法，然后来帮肾经做按摩。那同样，膀胱经也是一样，从小腿的后面到大腿的后面，然后一直到背部，我们通常都可以来做敲打。所以就是小腿内侧、小腿的后面、大腿内侧、大腿后面，还有我们的背部呢，都可以来做敲打。那第三招呢，就是做腿部的拉筋。拉筋的方法可以怎么拉呢？就是我们把两腿伸直了以后，双脚我们就有一点点朝 V 字形的样子。然后呢，我们把脚尖往上勾。为什么是 V 字形而不是这样呢？因为这样的话呢，它是只有拉到这个小腿的后侧，但是我们有一点点 V 的话，微微开，它不仅是会拉到小腿的后侧，它甚至可以拉到小腿的内侧。那所以呢，大家就是量力而为，脚往上勾了以后呢，身体去往前倾，然后呢，让你的手碰到你的脚，然后我们这样停留大概10到20秒左右的时间。那尽量就是让你的腹部能够往这个大腿的方向贴，那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不仅是小腿后面啊、膝盖后面的这条筋有被拉到，甚至在这个部分呢，它都有被拉到。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姿势呢，我们可以同时拉到我们的肾经，还有我们的膀胱经。好，那以上3个动作呢，就是教大家，就是肾经络还有膀胱经络，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伸拉，来帮助我们减少泌尿系统的感染。